实不相瞒，你们看到的这个头像，大概是 N 年前我最瘦的时候。现在嘛，按照1级甜品胖2斤的速度，你们猜我多重了？减脂餐的研究必须提上日程了。今天就让我教你用一种方法，科学做出水嫩标致的鸡胸肉，顺便附上4个口味，让你变着花样的瘦。当然还是不用开火，只要微波炉就够。其实让鸡胸肉鲜嫩多汁的秘密很简单，那就是给它泡盐水澡。不过这个洗澡水的浓度有点讲究，在这2本书中，这2位大神都建议用 5% 左右的盐水来浸泡肉。只是在家里如何才能比较精确地获得 5% 浓度的盐水呢？还是一个矿泉水瓶的事儿。一瓶矿泉水一般是550毫升，1瓶盖的盐我替你们称了一下，大概是9克左右。所以1矿泉水瓶的水加3瓶盖的盐，搅和搅和就能得到一份 5% 浓度的盐水。鸡胸肉放进去，盖保鲜膜，去冰箱冷藏1晚。第2天饭点前10分钟捞出来，冲掉表面盐分，用厨房纸巾稍微擦干。根据微波炉蛋料理中的知识点，用叉子给鸡大胸有膜的一面扎点小孔，挤柠檬汁，撒黑胡椒，盖上打湿的厨房纸巾，送进微波炉，中火3分钟，翻面，中低火2分钟，时间到了再焖一会儿。这时可以复习一下徒手冰淇淋中的知识点，找个瓶子，1点橄榄油，1点黑醋，1点蜂蜜，1点黄芥末，摇个油醋汁。鸡胸出炉后，用筷子戳戳最厚的地方，如果能轻松扎透，就表明熟透了。切片瞧一瞧，轻轻捏一捏，这个黑椒嫩鸡排超嫩滑，超 juicy 的，有没有？这是因为鸡胸在泡盐水澡的时候，盐和鸡肉里的蛋白质相互作用，增大了容纳水分子的空间，让鸡胸能吸收更多的水分，从而砰砰砰起来。而且盐水还能让鸡肉纤维溶解，让肉质更为细嫩。如果你买到的是鸡小胸，泡盐水澡的方法也是一样的。鸡小胸捞出来后，同样冲洗表面，稍微擦干。这回不用调味，直接盖上打湿的厨房纸巾，送进微波炉，中火2分钟，翻面，中低火再加热1分钟，出炉稍稍晾凉，再用叉子迅速地刨成小丝，然后来调个无油版的酸辣酱汁，半个柠檬挤汁，半勺生抽，1点蜂蜜，加入蒜末、香菜、辣椒圈，搅一搅，再把鸡丝、酱汁和剩下的1点柠檬一起拌拌拌，这道柠檬拌鸡丝就可以上桌啦。鸡小胸本来就比鸡大胸更为滑嫩，无油低脂，酸辣爽口。如果一定要说缺点的话，就是有点太开胃了。减脂期总有嘴馋想破功的时候，不如就试试这个微波炉无油盐酥鸡。泡过澡的鸡胸洗净擦干，切成1口大小，加2勺原味酸奶，半勺蚝油，1点五香粉和黑胡椒，给它做个马杀鸡，捏均匀。拿出吃剩的全麦吐司，随意切小块，高火1分钟，拿出来翻一翻，再高火30秒，就能得到这样干干脆脆的吐司块。倒进袋子，碾压，敲打，点渣炸。下面准备给鸡块穿个2件套，内衣是1层蛋液，外套是1层面包屑，平铺在盘子里。微波炉高火1分钟，翻面，再中火1分钟，出炉。看上去是不是可以以假乱真？吃起来也能乱真。外壳沾到盘子的地方可能会有一点影响脆度，但其他部分都酥脆的很到位，里面的鸡胸肉还是那么滑嫩嫩的，
整体是非常外酥里嫩的口感。目测和无糖可乐是绝配 CP。哦，对了，我还顺手做了份无敌嫩滑的微波炉亲子冻，盖在了一份微波炉饭飞饭上。不夸张地说，这个鸡块的口感快要接近豆腐了，咀嚼的时候牙齿基本感觉不到纤维感。想知道做法？那这边建议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一起解锁微波炉减脂餐第2期吧。12月，又到了一年一度扪心自问的时刻。年终总结做好了吗？期末复习开始了吗？今年立下的 flag 都实现了吗？半年前好像有人立了个平底锅饼干的 flag， 今天就让我替他完成一下年度 KPI， 用1口平底锅加4个鸡蛋，捣鼓4种花式小饼干。无油香脆、古早风味的平底锅蛋黄小圆，坚果香甜，法式经典的平底锅杏仁瓦片，酥到掉渣，长辈都夸的平底锅中式桃酥，清脆香浓，回味无穷的平底锅芝麻蛋卷。准备工作很简单，先来磕2个蛋，蛋清蛋黄分离开。一个正常的蛋体重大概是50克左右，其中蛋黄20克，蛋清30克。这里是2个蛋清，大概60克，加入30克白砂糖或者糖粉，稍微搅一搅。这回不用锻炼臂力，搅到表面出现细细的小气泡就行。再筛30克面粉进来，继续搅一搅，倒进30克融化黄油，最后再搅一搅。5分钟之内，你就能获得这种白净、细腻、有光泽的面糊。这份面糊的配方超好记，4种原料，蛋清、糖、油和面粉是2:1:1:1的黄金比例。没有秤的同学，大概就用2个蛋清，糖、油、面各加1大汤勺，用筷子搅一搅也能搞定。得到这份面糊之后，可以选择再加90克杏仁片，也就是大概4汤勺的量。用刮刀或者饭铲轻柔地翻拌均匀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在室温，让它休息个半小时。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平底锅小火预热，㧟小半勺杏仁面糊到锅里，叉子沾点清水防粘，再尽你所能的摊薄一些，整圆一些，保持小火煎上3到4分钟，翻个面，再煎1到2分钟，两面金黄之后就可以出锅晾凉啦。杏仁瓦片呢，是特别经典的法式小饼干，也是我上蓝带甜品课的入门一课。这款改造过的平底锅杏仁瓦片上色会更深一些，但只要摊得够薄，吃起来同样是满口的杏仁香浓和酥脆，一点都不输烤箱版。家里没有杏仁片啊？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份黄金比例的面糊，直接撒1小把黑芝麻，平底锅小火预热，舀1勺面糊，盖1张油纸，再找一个家里最平的东西，迅速压平面糊，掀开油纸，小火煎1到2分钟。看到周围开始泛金黄色了，就翻个面，再煎1分钟。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，借助1双筷子卷起来，再收口朝下，回锅定个型。平底锅芝麻蛋卷就完成啦。想知道有多脆吗？我来替你们捏一个，再来替你们咬一口。这熟悉而亲切的味道，像极了大学时代的食堂里总让我心心念念的那一份蛋卷。现在还有人记得开头的那一对蛋黄吗？2个蛋黄加40克糖，80克玉米油，搅匀，再把2克泡打粉和1克小苏打加到170克面粉里，稍微混混匀，一起过个筛，筷子拌一拌，上手揉成团。家里有核桃的话，这个时候切碎，一起揉进来，再揪成几个小球球。平底锅先不用开火，4个小球列方阵摆进来，用手指轻轻按成扁扁的圆形。
再往中间塞一捏捏黑芝麻。造型完成之后，再开小火上锅盖焖煎5到6分钟，小心而温柔的啪叽翻个面，开盖再煎2到3分钟。同样等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款平底锅桃酥是轻轻一碰就会掉渣的那种酥松脆，特别能收买长辈们的中国味，所以今年过年回家的自制年货我都替你们备好啦。如果你家恰好有打蛋器，那2个蛋黄也可以有个 Plan B。 再敲一个全蛋进来，加40克砂糖或糖粉，用打蛋器高速打发3到4分钟到出现明显纹路，再转低速打发1分钟整理气泡，直到提起打蛋头，面糊滴落的痕迹不会轻易消失，就像这样。再过筛80克低筋面粉，刮刀轻轻拌匀，装入裱花袋或者保鲜袋，剪个小口，在平底锅里挤上一颗颗小面糊，开小火盖盖子焖煎3到4分钟，翻面，开盖煎1到2分钟，就可以出锅放凉啦。如果把面粉中的5克替换成抹茶粉或者可可粉，同理可得另外2种口味的蛋黄小圆。这一款也很适合用微波炉来操作，盘子垫油纸，挤上小面糊，微波炉600瓦叮40到50秒就能出炉啦。对比一下，左边的平底锅版两面都会有微微的焦黄，吃起来是外表焦香内里脆嫩的口感。右边的微波炉版表面更平整，吃着更干脆。3色蛋黄圆的灵感其实来自我以前给宝宝做的蛋黄小蓉豆，是酥酥脆脆的童年滋味。最后你看，我都用平底锅变出4个小饼干了，还不给我2个圆圆的东西再走吗？我是贝果儿，下回见。